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开源项目，一个数字人说话工具，它可以让图片去开口说话，让它动起来，这是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下面也同样的有安装方法，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能看得懂的话，那么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安装，然后再去把相应的模型下载下来，然后按照这个方法去启动就可以了。我这边的话还是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键整合包啊，已经全部弄好了，大家就是打开就能直接用。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工具，这是它的包里面的内容，然后我们双击这一项启动就可以了。好，这边它给我们一个地址啊，地址复制下来，然后在浏览器上打开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打开了它的页面，大家看到这个页面的话有一些参数需要设计，总的来说并不是太复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使用。这边的话，你首先需要拖一张图片上来，就是我们想要开口说话的这个图片。然后我们用这张图片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个下面呢有驱动模式，驱动模式的话有很多，看的有这么多种，但是实际上的话没那么复杂。首先的话，因为你要说话，说话的话你肯定得有个声音，对吧？所以这边我们要拖一段音频上来。太阳系六七百码，这就是它的音频，一段歌曲。然后这边的话，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参数的一个用法。首先是这个姿态，姿态的话，这边就是你点一下，它会切换这个数字，它就是你这边最终出来的图片头部的这个动作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实际使用了一下，其实区别并不是很大，有一些区别，但是很细微。这是这个姿态的一个用法。表情的话跟姿态差不多，就是你脸上的表情，但是它这边这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越大，最后出来这个图上的这个表情呢就越夸张。我们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试一下，我们先用默认的来做。默认这边是1，启用眨眼，这个不用说，人脸的模型256512，这个很好理解。处理方式这边，然后我们先保持默认。静态模式这些先不动，我先给大家来一个图啊，我们点击这个生成，这边有点慢，需要稍微等一下。好，现在跑完了，我们来看一下结果。这个是它给我们生成的视频。太阳系六七百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需要大家额外说一下，就是这个你这边图片这个生成的这个时间取决于你这边声音的一个长短。如果你声音这边很长的话，那么最终这边需要的时间就很长，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当然这个也跟你配置有关系。然后这个视频可以下载，我们点这个下载下来，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太阳系六七百码，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脸部其实是很模糊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个脸部精细增强，我们刚才没有打这个勾，它其实就是对脸部进行一个高清修复啊，我们把这个勾上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说一下这边那个处理方式的几种区别。第一个处理方式应该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因为这个处理方式它的作用就是对这边图片进行一个裁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区别就是它只有头部，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处理方式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第二个这种方式呢，其实不是很推荐大家去使用，因为这个方式它是对图片进行一个固定比例的一个拉伸，这个拉伸出来之后呢会变形，所以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不是很常用。然后这边呢，这个第三个它就是 for， 就是图片是什么，然后这边最终输出出来就是什么，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我们来点这个生成，这边就时间比较长了啊，因为我们这边选择了这个脸部修复，所以它需要的时间比之前要长很多。这边我们需要去等待一下。好，它这个跑完了，需要的时间有点长。然后我们来看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 for 模式下，它跟原图是一样的，没有进行裁剪。但是这个效果呢，需要我们看一下。太阳系六七百码，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这个脖子这边啊，那我们来下载下来，给大家放大了看一下。太阳系六七百码，哎，大家注意这个脖子这边看到了吗？脖子这边这个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这个工具是数字人说话工具，它只对头部进行处理，然后它头部以下的部位呢，它并没有进行处理啊，还是原来的静态图片，所以说在头部运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想使用这个 for 模式的话，那么这边一定要把这个静态模式勾上。这个静态模式就是说保持这个头部不会去移动，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同样的我们需要等一下。跑完了，我们来看看结果。太阳系六七百码，这一回大家看到了这个头部的动作就少了很多，
然后脖子这边呢也没有分开那种感觉，就是这个静态模式的一个作用。就是如果大家想用 for 模式的话，那么这边一定要把静态勾上，如果不勾的话，就会出现刚才那种脖子从这边感觉裂开了一样，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然后这个呢就是这边几个参数的一个作用，下面这两个的话跟上面这两个没什么太大区别，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然后这边是剩下这个，它是人脸的一个模型。这两个的话，我尝试了一下，反正区别有一些，不是很大。然后我们接着说一下这边的这些空闲模式，然后还有下面这个参考视频的一个用法。这个所谓的空闲模式啊，意思就是不是整张图片都不动，只是对嘴部的一个控制。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结果，因为我这边提前也做好了啊，我直接给大家看结果吧。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提前做好的一系列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说的空闲模式，这个是空闲，大家注意这个嘴部。很明显的看到嘴是没有动的，这就是它这个所谓的这个空闲模式的一个用法。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个人脸模型的一个区别，然后找一下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大家看下对比，它这个实际上区别并不是很大，但是还是可以看出来有一点点区别的，就是这个眼睛感觉要比这边大一些，包括脸部和嘴部的动作也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区别，它本质上来说区别并不是很大，这就是这两个模型的一个区别啊。然后最后来看下这个表情这边，表情我们刚才说这边是数字越大，它的那个表情越夸张。我们来看下这个2.2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大家注意看这个效果，包括这个头部的动作、嘴部的动作都是很夸张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表情数字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正常来说保持1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太去调整这个值。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参考视频，我们这边需要选一个视频进来，然后呢这边有4个选项，这个需要大家注意，就是这4个选项不管你选哪个，最终都会报错，它这个本身有一点问题，所以这边的话大家不用去选，只要启用了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这样是可以使用的。然后我们这个结果的话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吧，这个视频。这是最终根据这个视频然后生成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原视频这边，它这个稍微有一点往上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这边生成的视频它还是有这种感觉，它会有一个向上看的那个动作啊，就是但是跟这边参考视频是差不多类似，但是它其他动作其实并不一样啊。这个参考视频仅仅只是参考而已，并不是完全照着这个视频来的，这个需要大家知道一下。其他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了，它的参数基本就这些东西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调整这些参数，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然后这边有一个选项，大家如果说想看更详细的这个说明，它这边是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的，这个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然后来了解一下其他参数的一个更细致的一个用法。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儿吧，剩下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操作，大家拜拜。